长眼的东西，连我的车也敢撞，你活腻了！放开我姐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全球限量款的劳斯莱斯，我老公霍总刚给我提的。今天是我婆婆60大寿，这是我准备送她的寿礼。你把车撞成这样，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你老公是霍小阳？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我告诉你，在京杭，我周思雨就是未来的霍氏总裁夫人。像你们这种下三滥的货色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说这是你的车？废话，这是我老公买给我的。苏总，这辆全球限量私人定制款劳斯莱斯是您准备送给婆婆60大寿的贺礼，需要通知霍先生过来取车上牌吗？姐，这些年整个霍家吃你的用你的，我真搞不懂你到底看上霍小阳这个软饭男哪点了？我就喜欢他温柔体贴啊，只要是我在意的事，不管多小他都记在心里。好了，别气了，待会儿让你姐夫来取车上牌，我们先开你的车去婆婆的生日宴，好不好？行，都听你的。你说这是你老公买给你的车？当然是，不然还能是你买的？真是可笑。什么你的车？这明明是我姐买给她婆婆的。霍小阳那个王八蛋，偷拿我姐的车去讨好别的女人。你怕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吧？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就是我的车。你怕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吧？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就是我的车。想搬救兵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让你跪在地上给我道歉。苏总，这是我们为您赠送的私人定制保温杯，上面的标识是用您名字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的。原来真的是我的车。喂，老公，我被人欺负了。对，有个贱人冒充你老婆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能动手打人？我一定要告你们！是呀，这真的是我的车。她刚才说这是她老公送的车，霍小阳，他出轨了？不会的，他绝不会这么对我。嘀咕什么呢？看见没？我有的是钱。你，还有你，烂命一条，我都能买下来。你什么你？识相的就赶紧跪下给思雨磕头道歉，不然待会儿连你一起收拾。要是磕的我不满意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法治社会。我老公是霍总，今天就算把你们都弄死，也没人敢说半句不是。更何况还是你们先撞了我的车。你的车？这辆全球限量版劳斯莱斯，整个京杭就只有一辆，还在苍兰集团总裁手里。我们家思雨可是苍兰集团总裁霍小航的未婚妻。说什么？老婆，车牌上好了，我先开几天。姐，霍小阳竟然真的出轨了，还把你的车给了这个小三。你说你是霍小阳的未婚妻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我可是即将嫁给苍兰集团霍总，成为总裁夫人的人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本来能把这辆车送给我婆婆，到时候她肯定会同意我嫁入霍家。可你竟然毁了这一切！你们知道我姐是谁吗？我管你们是谁，我们思雨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，在这京杭还没人是我们惹不起的。就你，也配当总裁夫人？恐怕连皇家的门，我婆婆都不会让你进。我不配？难道你配吗？还有，那是我婆婆，不是你婆婆。
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给您挑生日礼物呢。小冉呢？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他刚才说已经在路上了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再给他打个电话。把手机还我！还想叫人？做梦！怎么会打不通呢？还是打不通，该不会是路上出什么事了吧？来人，备车！你敢这么对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？我就是苍兰集团的总裁。你说什么？你口中的霍总，就是我姐的丈夫。你说他是霍总老婆，还是苍兰集团的总裁？谁会信啊？你这贱人，冒充总裁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谎称自己是霍太太。谁不知道霍总最疼我们家思雨，就你也配冒充霍总夫人？你们会后悔的。思雨姐，该怎么处置他们？你们敢动我们试试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姑娘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怎么还下这么重的手？就是啊，刚才我们都看见了，是你违规掉头，危险驾驶，车主没找你麻烦，你倒好，还倒打一耙，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人家车主刚才还跟你好好讲道理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？到底讲不讲理啊？都给我闭嘴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们瞎嚷嚷什么？这贱人想勾引我姐妹的老公，我们教训她一下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是小杨的老婆吗？我现在就给小杨打电话，让他亲自拆穿你。喂，老公。怎么了，宝贝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怎么可能？你知道的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有人撞了你今天新买给我的车，还说你是她老公。岂有此理！宝贝，你别急，我先让人去处理，忙完手上的事就过去。好，我等你。你死心吧，就你还想当总裁夫人？你还敢咒我？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，霍小杨就是个软饭男。这些年要不是有我姐扶持，他能有今天？还敢羞辱我老公，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诗雨，诗雨，你没事吧？快叫救护车！你们放开我！叫什么叫？现在该轮到你了。只要你现在给我妹叫救护车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着这个小贱人。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？刚才就是你这双手开的车吧？敢撞我的车，那这双手就没必要留着了。这不是小冉的车吗？思雨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贱人竟然还敢推我！来啊，给我把她的衣服扒了！你们敢？好啊，那你就看看我们敢不敢！我还要拍下来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丑态！都给我住手！老太婆，我劝你少在这儿多管闲事。就是你敢打我家小冉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你疯了！竟然敢打我！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思雨的老公可是苍兰集团的霍总？你说她老公是霍总，知道还敢动手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！那你知道他是谁？诗雨，你别下去，你快醒醒！姐，我没事。师姐，对不起你。不过你放心，
我不会放过那些欺负你的人。他不过就是一个想要攀附我老公、嫁入豪门的贱货而已。一口一个老公，这逆子竟然敢背着小冉在外面包养别的女人！老太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叫霍小阳滚过来问我。小冉，今天这事儿，妈一定给你个说法。你们原来是母女啊！我说呢，一对贱人！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。老公，你在哪儿？我被人欺负了。我已经在路上了，宝贝，我提前叫了几个兄弟过去，他马上就到。我老公已经在路上了，而且他的人马上就到。行啊，你们动我还动小冉，我看你们今天怎么收场。老太婆，你们死定了！霍总的人来了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妈，霍小阳花钱雇你们，就是让你们这么对我的。闭嘴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废话！在京杭居然还有人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。还有多久能到？3分钟。不过霍总，老太太生日那边，那我给苏小冉打个电话，让她先过去，免得妈生气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会关机了？奇怪，怎么妈的电话也打不通？难道是他们正在招待客人，所以一时半会没看到我的电话？你敢打我？有什么不敢？我老公可是苍兰集团的霍总，等我今晚讨好了我婆婆，马上就能嫁入霍家，我就是霍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来呀！既然这老太婆管教不好自己的女儿，学人当小三，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们规矩。你们别乱来！你再教我做事，给我把这老太婆的腿打断！你敢？你们口口声声骂的老太婆是霍小阳的亲妈，你逗我玩呢？她是霍小阳亲妈？一群废物，都愣着干嘛？出了事我负责！不要！我妈年纪大会出人命的，我求求你们放过她！放过她？可以啊，但我要你自扇巴掌，再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小三儿，我就放了她。怎么，不愿意？那这老太婆……不要，我做，只要我做了，你就会放我婆婆，对吧？当然。姐，不要！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小冉，别管我，你快站起来！我是小三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对不起，我是小三，我是小三。这可是老子刚提的全球限量版劳斯莱斯，我要看看是谁敢撞坏我的车。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？可以啊，不过得先等我把这老太婆的腿打断，打完我自然就放。你骗我！你是不是不服气？在我眼里，你们跟蝼蚁没什么区别。谁让我是未来的总裁夫人呢？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是我先遭报应，还是我先弄死你们？思雨，你没事吧？我的鼻子还好没破相，不然今晚你去参加婆婆的生日宴，该多难看啊！贱人，差点弄伤我的脸，害我没法完美出席婆婆的生日宴。生日宴，你还想参加生日宴？生日宴的主人不点头，我看你怎么去！老太婆，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们，我给婆婆准备的劳斯莱斯怎么会被撞坏？她又怎么可能对我有意见？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，我老公是苍兰集团的霍总，我从来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谁啊？敢在这儿欺负我的女人？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他们欺负我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在这儿欺负我的女人？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，你死定了！苍兰集团的霍总都来了。宝贝，欺负你的人呢？识相的就自己滚出来。老公，不管是谁欺负我，你都会帮我出头吗？那当然，你可是我最疼爱的女人。婆婆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，等下霍小阳来了，要是他真的出轨，你们先上车，放心，我一定让这逆子给你个交代。真是气死我了！这渣男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她是你最爱的女人，那我算什么？苏小冉啊，苏小冉，你眼光可真差，被他骗了这么多年。霍总好大的威风！妈，怎么会是您？
思雨，你们的家事我们就不掺和了。都散了，散了。对不起，婆婆，之前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霍小阳，你忘了自己已经有老婆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找女人？婆婆这么生气，难道知道霍小阳出轨了？妈，我婆婆，小杨是集团总裁，每天应酬少不了，肯定是那个贱人主动勾引的。你哑巴了？我在问你话。哎呀，婆婆，您别这么说，他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只要他跟那个贱人断干净，我可以原谅他。我跟我儿子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妈，您怎么能动手打人？思雨还怀着孕呢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您不是一直想要大孙子吗？她怀的可是我们霍家的血脉。拿着我的钱在外面养女人，现在还怀了孩子。思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您也不能这么欺负我和宝宝呀。妈，别的我不说，那个贱人呢？赶紧让她出来给思雨道歉。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行，你的事我不管了。姐，这些年要不是有你扶持他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可他倒好，竟然背着你出轨。才当了几年霍总，就真把自己当回事。老公，你妈刚才说话怎么怪怪的？没事儿，她平时就这样。老公，谁的电话呀？没谁，打错了。还是执迷不悟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喂，苏总，立刻停掉霍小阳在集团的一切职务，另外把我新买的那辆劳斯莱斯远程锁上。老公，我刚才是不是得罪你妈了？毕竟她是我未来婆婆，要不找个时间我们去你家，我当面跟阿姨道个歉吧。行啊，到时候记得穿丝袜。讨厌啦，车怎么锁上了？不可能啊！还是打不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老公？你在这等着，我给 4S 店打个电话问问。喂，老婆，我们新买的车怎么打不开了？车不是你在开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老婆，是不是刚才我没接电话你生气了？我刚才挂你电话是因为在陪客户忙工作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陪客户忙工作？你的工作就是让客户怀孕吗？霍小阳，你别装了，我都看到了。老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刚才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说 4S 店检测到车辆受损，正准备让人拖回厂家维修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刚才不小心跟人追尾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。谢谢老婆。对了，你现在在哪？待会儿要不要我去接你？不用，我待会儿要回公司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老公，车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4S 店检测出问题了，准备派人拖回去返修。你好，我们是 4S 店的维修人员，现在来拖车。去吧。都怪那个贱人撞了我的车。好了，别生气，你还怀着孕呢。这2天你要是想去哪儿，我送你就好。谢谢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姐，你看他这德行，平时肯定没少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喂，苏总，今晚为您婆婆准备的生日宴还要正常举行吗？婆婆这些年对我不错，
就当是我为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吧。好的。另外，财务那边发现了一些霍小阳的烂账，需要您回来签字审批。好，你让人继续给我查清楚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还瞒着我做了哪些事。老婆，我来给你送饭了。老婆，你脸怎么回事？你还有脸问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，刚才开车路上被一辆劳斯莱斯撞了。而且撞你的还是个不知廉耻的小三。什么？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也敢撞你？可不是嘛，她仗着男朋友是集团总裁，就目中无人，胡作非为。老婆，告诉我他是谁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出气。你就不想先问问她男朋友是谁？我管他是谁，总之谁也不能欺负我老婆。这事我想自己处理。可我待会儿还有个应酬，今晚妈的生日宴我就不去了，等下让助理把礼物送过去。行。对了，老婆，你今天给我的那辆劳斯莱斯不用修了吗？能不能再给我一辆车？你还好意思跟我姐要车？今晚妈生日，那么多名流在场，我要是开辆破车，不是打你姐的脸吗？你说的对，这车你先用着，这段时间我开公司的车就行。谢谢老婆。姐，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跟他摊牌？他不是最看重脸面和钱吗？我就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名声受损，境遇尽失。苏总，霍小阳在公司的烂账都在这里了。这么多？您平时对他的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今天我实在忍不住，必须跟您说实话。这些年他一直背着您偷偷挪用公司的钱，在外面包养女人。之前我们就想跟您汇报，可他毕竟是您先生，我们怕影响你们的感情，一直没敢说。但他最近实在太过分了。原来大家早就知道，恐怕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才短短1个月，霍小阳就在客户招待这一项上花了公司整整500万，他胆子可真够大的。姐，当初他跟你结婚时什么都不是，是靠你才在几年内当上公司的霍总，就连他们家这些年的吃穿用度全是花你的钱。可他倒好，居然背着你出轨。苏总，您之前为婆婆定制的私人高端定制首饰生日礼盒已经到了，您看。说去奢侈品店，今晚的生日宴上，我要亲自把礼物送给婆婆。霍小阳，今晚的生日宴，你可一定要带那个小三来啊！老公，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，都瘦了。晚上我给你熬汤补补吧。今晚是我妈生日，我就不去你那边。这可是讨好婆婆的好机会，有了她的支持，我很快就能嫁入豪门，当上霍太太了。老公，带我一起去嘛，我还没见过阿姨呢，正好借此机会给她祝寿，表表我的心意。这……哎呀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也想在婆婆面前尽尽孝心嘛。反正苏小冉今晚要来。行，听你的。谢谢老公，那你待会儿送我去奢侈品店吧，我要好好给婆婆挑份生日礼物。正好苏小冉最近刚给我开了家奢侈品店，我最近新开了一家高端奢侈品店，还是以我个人名义开的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随便挑。老公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苏总，这家奢侈品店也是您送给霍小阳的，要不要现在就让人收回？不急，你去停车场把车开过来，生日宴快开始了。是。周小姐来了，您要是早说要来，我们就去门口接您了。今晚是我婆婆的生日，我要给她挑份生日礼物。去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首饰都拿过来。快，把店里最好的首饰都拿出来，让周小姐好好挑选。
听说您最近好事将近，马上要和霍总结婚了，到时候您就是我们这家店的老板娘了。你嘴倒是挺甜，难怪能当上店长。我可是你们未来的老板娘，你们就拿这种垃圾糊弄我，怎么送得出手？是不是存心想让我在婆婆面前丢脸？绝对没有，周小姐，这些确实是我们店最贵最好的首饰了。你搞清楚，这是我老公的店，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。周小姐，这不符合规矩啊！滚！在这里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喂，这条项链我看上了，你开个价吧。听到没有？我在跟你说话呢。贱人，早上撞了我的车还没跟你算账，现在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我正寻思着怎么收拾你，你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是你先追尾我的。再说了，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这可是我老公的店，识相的赶紧把项链给我，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想要啊？可以，告诉他这条项链值多少钱。周小姐，这条是巴黎10家的高端私人定制，价值2000万。这点钱你以为我没有？霍小阳，你竟然敢拿着我的黑卡去买别的女人开心，给我停掉霍小阳的所有信用卡。这可是我老公给我，别说你一条项链，就算是把整家店买下来都绰绰有余。刷卡。刷卡失败。看来他对你也不怎么样。怎么可能刷不出来？一定是这群蠢货弄错了。刷卡失败。还不快再试一次？刷卡失败。既然你买不起，那这条项链我就带走了。刷卡。这可是2000万，不是2000块！你个贱人有这么多钱吗？有没有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支付成功。哪来的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卡是我老公给你的，对不对？贱人，快把项链还我！这可是用我老公的钱买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你敢打我？我可是这家店未来的老板娘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老板娘还能当多久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被他羞辱吗？都给我上！你干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李助理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想死吗？竟然敢对苏小姐不敬！哪儿来的野狗，也敢多管我的闲事？他是苍兰集团的总裁助理，虽然平时只负责总裁的生活起居，但他的权力可大着呢。哦，我算是明白你今天哪儿来的赌气，竟敢3番2次挑衅我。原来是勾搭我老公不成，转头又勾引了我老公的助理，现在还敢跑到我头上飞扬跋扈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一定是这废物假公济私，所以他们才会把我的私人定制项链给了你。不过，你还真舍得下血本，为了一条项链，是个男人都勾引。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，竟敢对苏小姐出言不逊！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一个助理也敢对我吆五喝六？李助理在苍兰集团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敢这么对他。他不过就是小杨手底下一个臭打工的，等我和小杨结了婚，当上总裁夫人，整个苍兰集团都是我的，他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去，把这贱人脖子上的项链给我拿过来！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还不敢动手？来人！你以为随便打个响指就能喊来人了？我看你还真是异想天开。快给我上！我要卸他一只手！别以为叫了几个臭鱼烂虾我就怕你。这条手链价值10万，谁把这贱人摁住，这条手链就是谁的。而且以后等我当上总裁夫人，我就升她当经理。把他给我摁住！别碰我！你们死定了！竟然敢联合这贱人欺负我！我老公可是苍兰集团的总裁，你还敢打我？怎么，不服气？不服气就去找你老公告状啊！
怎么，不服气？不服气就去找你老公告状。你们竟敢动手打我！我老公要是知道了，绝不会放过你们！你们可知自己闯下大祸了？周小姐可是霍总的未婚妻，霍总最疼惜周小姐，你们竟敢对未来的霍夫人动手！平日里周小姐哪怕不小心磕撞到，霍总都心疼的不行。现在你们竟敢对周小姐动手，整个京杭都容不下你们了！我这就去告诉小杨，你们等着瞧。等着回去受死吧！等周小姐成了霍太太，肯定会给我升职加薪。你怕是没这个机会了。你们跟着周思雨净学些阿谀奉承、趋炎除世的本事。苍兰集团有你们这群害群之马，简直是耻辱！通知这里的经理，就说这家奢侈品店的所有员工全部开除，而且今后苍兰集团旗下所有合作公司都永不录用他们。是。哟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苍兰集团总裁了，以为随便打个电话就能让我们都被开除？喂，经理。蠢货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经理，求您别开除我，我要是哪里做错了，一定改。改个屁！得罪了谁心里没数吗？这可是集团苏总亲自下的命令，你手底下那几个也全都开除。苏总，您就是苍兰集团的创始人，苏总。你们现在已经不是苍兰集团的员工了，轰他们出去！苏总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仗着有点权力就专横跋扈，今天我就要彻底清除你们这些集团败类。苏总，您就饶我这一次吧，我一定改，再也不敢了。去，给我准备一套礼服，今晚我要盛装出席。是。服务员，把这里的酒杯摆整齐些。对了，时刻留意每桌的餐食，缺什么就赶紧补上。老公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宝贝，你怎么了？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。我本来去给婆婆挑礼物，没想到碰到那个贱人，他不仅羞辱我，还带人打我！什么？你看我脸上伤的。这贱人竟敢这么对你！老公，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，狠狠教训那个贱人。你想教训谁？婆婆，我霍小阳，你还真是给我准备了一份大礼呀！你先下去补个妆，等生日宴结束，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他。去吧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问过苏小冉了，她今晚有应酬，来不了。你要真有分寸，就不会让一个小三来我的生日宴。人家也是一片好心，想孝敬你。再说，她还怀着我们霍家的骨肉，您今晚就当给儿子个面子，别为难她了。霍总，您这边请。哎，好嘞。妈，那边来客人了，我去招待一下。您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，求您了。真是家门不幸。喂，婆婆。小冉，我们霍家对不起你，那逆子竟然把那小三带过来了。你放心，今晚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婆婆，谢谢您，不过我想自己解决这件事。好，那我就留着他们，等你亲自收拾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在这躺着，我去给你熬醒酒汤。苏总，霍先生又搞砸了一份合同，客户那边我会去道歉。他经验不足，出错也正常。这些年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甚至一度忽略了自己，可没想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赤裸裸的背叛。苏总，您刚做完修复，脸上还不能见光，我们的账是时候算算了。
思雨，霍总呢？他刚才来了几位重要客人，去招待了。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思雨，你现在都能参加婆婆的生日宴了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嫁给霍小阳？到时候你就能天天开豪车住豪宅了。不过今晚还得好好表现，等我搞定那死老太婆，就能嫁入霍家，到时候霍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。婆婆，祝您生日快乐！快乐？待会儿有你快乐的。对不起，婆婆，今晚是我不请自来，先给您道歉。我也是真心想给您尽孝。今晚你来的正好，待会儿可千万别走，不然我没法交代。交代？这老太婆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？难道霍小阳已经说服她接受我了？对了，婆婆，生日宴怎么还不开始？您是在等什么人吗？你说对了，待会儿我要给你介绍一位贵客。介绍给我的贵客？苏总，二小姐已将收集的证据提交法务部，她此刻也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法务部已准备就绪，您随时可向检察院提起诉讼，届时便能依法逮捕霍小阳与周思雨。让他们再等等，好戏才刚开场，可不能这么快就落幕。是，苏总。婆婆，是什么贵客呀？他可是咱们京杭的首富，霍家能在短短几年内崛起，全靠这位贵人的扶持。什么？京杭首富？千真万确。婆婆，您对我真好。好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等他来了你再谢我也不迟。待会儿有你好受的。思雨，你老公也太厉害了吧，竟然能得到首富的器重。那是自然，我老公的能力摆在这里，能被首富看中也属正常。我听说这位苏首富神秘得很，从来没人见过他的真容，连是男是女都不清楚呢。思雨，你老公跟首富这么熟，要是这首富是位男士，你可得让你老公帮我们引荐引荐。对对对，要是能被首富看中，我们可就真的飞黄腾达了。行了，小点声，让人听见像什么样子。不过嘛，以后有机会我自然会帮你们引荐。谢谢思雨。苏总到。这位苏总怎么还戴着口罩呀？他身上穿的好像是香奈儿最新款的私人定制礼服，据说价值1000万呢。要是能得到这位的赏识，我就能顺理成章的嫁入霍家了。初次见面，您就是苏总吧？您比我想象中更有气质呢。对了，我是霍小阳的未婚妻周思雨。我认得你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我们之前在哪里见过吗？一边去，认不出来就慢慢想。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小冉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霍家没福气呀。他看着好眼熟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而且这项链也很眼熟。苏总你好，我们是霍总的朋友。思雨，他怎么对我们爱答不理的？是不是我们哪里得罪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从未见过面。就是蒙着脸装什么神秘，神神叨叨的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谁。哎呀，对不起苏总，我这种小把戏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对不起苏总，你不就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你可看好了。是你！
谁让你来这儿的？还不快滚！让我滚，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。思雨，这小三儿明显是想讨好你婆婆，好踩着你上位啊。她怕是还不知道吧？小杨早就答应我，等今晚生日宴结束就收拾她，没想到她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来人，还不把这贱人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婆婆，你为什么还要护着这个小三儿？你说她是小三？难道不是吗？婆婆，我知道您喜欢她，可我毕竟怀了霍家的骨肉，您怎么能纵容她破坏我们的家庭？看来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。婆婆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贱人，听到了吗？我婆婆马上就要收拾你，待会儿你死定了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一个小三还想登堂入室，简直异想天开。识相的就赶紧跪下来给思雨道歉。闭嘴！竟敢这么跟我们苏总说话！又是你！我们主人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打工的插嘴？婆婆，您看这助理一点尊卑都不懂，您赶紧让小杨把他开除了。哼，确实是尊卑不分。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贱人，听到没？我婆婆要把你们都抓起来，没了她撑腰，你还算什么东西？你们瞎了眼吗？抓错人了，知不知道？怎么会抓错呢？思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婆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她才是我霍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至于你，从头到尾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。我是小三？没错，你自始至终都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，我怎么会是小三？别在这儿自欺欺人了，事实就摆在眼前。各位不好意思，今天的生日宴就到此为止，我还有家事要处理，麻烦各位先回吧。婆婆，您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对不对？您只是在生之前的气，是不是？我给您道歉。我可不是说气话，你就是小三，你不是小三谁是？当然是他！贱人，你到底给我婆婆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她这么帮你说话？你快说！别碰我，我嫌你恶心。啊，思雨，你没事吧？贱人，你还敢羞辱我？怎么，当小三还怕人说？思雨，你怀着孕呢，可不能生气。对，这贱人肯定是嫉妒我怀孕，故意想激怒我。婆婆，之前是我得罪了您，但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您不能因为之前的一些误会就污蔑我是小三啊！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误会，不过是你不愿相信罢了。婆婆，我肚子里怀着的可是你们霍家的骨肉啊！您怎么能这么对我，这么对您未出世的大孙子？你确定，你肚子里的真的是我们霍家的骨肉吗？婆婆，我怀的就是霍家的骨肉，我不知道这个贱人在你耳边草了什么舌根。我还没老糊涂，霍家绝不会让小三进门。思雨，你真的是小三儿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是小三儿？那婆婆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个贱人哄骗了我婆婆。小冉，这是你们的事儿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我不掺和了。谢谢妈能理解我。贱人，你到底给我婆婆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她这么帮你说话？我告诉你，霍小阳爱的是我，他绝不会让你这种贱人进门的。贱人，你还敢打我？别以为我婆婆给你撑腰，你就能欺负我。我老公只是去见客人了，他马上就来。正好，那我就让你看一场好戏。我可是未来的霍总夫人！你们竟然帮着这贱人一起欺负我！带他去角落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他出来。这不关我们的事。是啊，我们只是无心之举，您放了我们好不好？你们助纣为虐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来人，把他们送进司法程序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不要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喂，爸。怎么了，女儿？爸，霍小阳出轨了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什么？这软饭男还敢出轨，反了天了他！爸，我要让霍小阳净身出户。好，爸处理完手头的事就过来，一定让这软饭男把这些年吃你的都吐出来。姐，
你早就该跟这软发男离婚了。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儿，我都替你恶心。去，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，我要跟他离婚。是，苏总。诗月，等他来了，还要麻烦你陪我演一场戏。放心吧，姐，我肯定无条件站你这边，到时候好好耍耍这渣男。老婆，老婆，他为什么喊那个贱人老婆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姐来了你就这么紧张？该不会背着我姐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吧？怎么可能？我那么喜欢你姐，怎么可能会瞒着她做什么事？老婆，妈去哪儿了？其他客人呢？哦，我在外面准备了烟火秀，已经让人带妈和宾客们去观赏了。谢谢你，老婆，你对我和妈这么用心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。这贱人究竟给霍小良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能让他一个集团总裁如此低声下气？你真的爱我吗？当然了，老婆，你可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。那好，我有个朋友想介绍给你认识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让他们出来吧。霍小阳，你为什么要叫他老婆？明明我才是你老婆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那么说？就是。别闹了，你赶紧走。走？我为什么要走？为了这个小三，你竟然要赶我走！我说了，你先回去。你居然推我！你看清楚，我才是你最爱的人啊！对不起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霍小阳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已经让助理拟好离婚协议了。苏总，按照婚前协议，所有条款都在里面了。什么助理？什么离婚？霍小阳，你倒是说啊！够了，算我求你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签字，净身出户吧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给你机会，那他呢？他可是怀了你的孩子。那只是个意外，老婆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等他生完孩子，我保证再也不跟他联系。是你先出轨找的小三，凭什么觉得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？不可能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你疯了！我才是你老婆，你现在居然为了个小三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当小三当到你这份上，真是可悲。这离婚协议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话，为什么喊这个贱人叫老婆？那我算什么？当初你说好了，我给你生完孩子我们就领证结婚，现在我怀孕了，你却叫他老婆！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！霍小阳，不给人解释解释？毕竟她现在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老婆，你喊他什么？我才是你老婆，我是你老婆啊！滚开！明明我才是霍太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现在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以后让我怎么办？是你自己想靠男人往上爬，现在装可怜给谁看？老婆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别叫我老婆，你现在让我觉得恶心。老婆，我只是犯了个男人都会犯的小错误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你是不能没有我，还是不能没有我背后的苍兰集团？老婆，我当然是不能没有你。难道你忘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？还有我妈，她年纪那么大，
肯定接受不了我们离婚。别想拿妈当挡箭牌，她已经同意我们离婚了。怎么可能？妈怎么会同意？你到现在还要执迷不悟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的？所以，今天在街边的人是你。这已经不重要了。结婚时我就跟你说过，我对出轨零容忍，签字离婚吧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会改，我一定会改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一个出轨的软饭男，哪来的脸求我姐给你机会？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你配让我姐原谅吗？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要点脸吧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了。老婆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只要你不跟我离婚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爱我，那他呢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背着我在外找小三儿，甚至还有了孩子。你的爱可真廉价，把他给我弄走。滚！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吗？你疯了！就算她是你老婆又怎样？贱人，你还挺会拿捏男人啊！拜托，现在是这个软饭男死缠烂打我姐好吗？你听听这贱人的朋友怎么说你，你还要跪在这儿求他？你别说了，就算她是你老婆又怎样？这贱人天天花你的钱，吃你的，用你的，你犯得着在这卑躬屈膝求他吗？我让你别说了！哼，我偏要说，你可是堂堂集团总裁，那么有钱，根本不用看这贱人的脸色。我纠正一下，他现在已经被开除了。苍兰集团是我老公一手创办的，谁能开除他？他就是这么跟你说的。你看见了吗？他跟你在一起就是图你的钱。老公，你那么有钱，现在就告诉他，你的钱他一分都别想拿。你可是集团总裁，就算出轨又怎样？你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他离开你根本活不下去。现在该求饶的是他。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没有他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些年要不是我姐一直帮衬他，就凭他10辈子也爬不到今天这个位置。霍小阳，你不是说你如今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打拼来的吗？你未免太高看他了，没有我女儿的扶持，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软饭男。爸，爸爸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些年我女儿怎么对你的，不用我多说吧？可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。爸，我别叫我爸，我担不起。去查清楚，这些年她到底转移了我女儿多少财产，用来养这个小三儿，我要她1分不少的还回来。是董事长。什么董事长？装什么装？你要是真有钱，会纵容自己女儿勾引我老公，破坏别人家庭。我宝贝了这么多年的女儿，从没让她受过半分委屈。可你倒好，不仅砸了我女儿的车，还侵占她的财产，现在居然当着我的面人身攻击她！你们真当我苏家好欺负？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这就是你看中的女人，还真是跟你一样出身不堪。你怎么跟我老公说话？老公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你可是集团总裁，而且那辆车是你买的，我们砸自家东西怎么了？你快别说了，赶紧跟董事长道歉。你告诉他，这辆车到底是谁的？
是。老公，你快解释啊！告诉他们那车是你买的，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闭嘴！你想死别拉上我！霍小阳，你疯了吗？你是集团总裁啊！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你根本没必要怕他们。这些东西真的是你的吗？你倒是说啊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究竟是谁的，快说！这些东西都是苏家给我的。现在这个答案你满意了？你说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贱人的？对，没错，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老婆给我的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我？你说话啊！我问你呢！你闹够了没有？给我滚开！行了，我没工夫看你们演戏，赶紧签字离婚。离婚？我绝对不会签。离婚协议呢？当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处心积虑接近我，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踩着我往上爬？不是的，当初我对你的喜欢，真当我一点都没察觉吗？那你说想创业，我在背地里拼命给你投资，你该不会真以为凭你那点本事能拉来那么多投资吧？不，那些投资都是我自己拉来的，是我靠努力。看来有些人真是蠢笨如猪。若不是我女儿求我，你以为我会让人给你投资？老公，你不是说集团是你一手创办的吗？他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周思雨，我们分手，以后别再找我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分手？那我们未出世的孩子怎么办？贱人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要你死！快拦住他！当着我的面还敢行凶，给我抓住他！我要让他牢底坐穿！我不能坐牢，老公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妈妈。是他一直缠着我，他做的事跟我无关。为了自保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他还怀着你的孩子，这么快就急着撇清关系？老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？要不是我刚才挡在你前面，只有我才是能元宝双了。别以为你说我爸在这儿也不会伤我就会心疼，你少在这自我感动。现在知道后悔，晚了。等离了婚，就凭你自己，恐怕再也没机会跟我们有任何交集。算清楚了吗？这个吃软饭的，这些年到底背着我女儿偷偷给这个小三花了多少钱？根据核查，他们给苏总造成的财产损失累计超过1亿元。1个亿？怎么可能？一辆劳斯莱斯顶多1000万，就算加起来也到不了这么多。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个骗子！要不是他，我现在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苏小姐的父亲是全国首富，你觉得他会差你们这点钱？何况你们砸坏的那辆劳斯莱斯是全球限量私人定制款，价值5000万。怎么可能？她怎么会是首富的女儿？我姐平时是低调，但这不是你们欺负她的理由。要是赔不起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从监狱里出来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筹钱，要是还不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疯了吗？3天时间，我上哪儿凑1个亿？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苏小冉，你都是首富之女了，还差这点钱，何必抓着我不放？我也是受害者呀！1个亿在你嘴里就成了这点钱，随便说2句就想一笔勾销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你们有钱人都这么小气吗？砸我车的时候不是挺嚣张吗？现在百般抵赖，还不起，那就交给法律裁决。老公，你快帮我求求情！我不是你老公。就算我们没领证，这么多年的感情总不假吧？你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坐牢，那是你咎由自取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可这么多钱我真的还不起啊！就算你不顾我的情面，也得看在我们未出世的孩子份上吧。我要是坐牢，宝宝就没妈妈了。1个亿啊，我10辈子都还不起。之前砸车的时候不是挺横吗？现在还不起了才后悔，晚了。毕竟夫妻一场，给我个面子，放了他好不好？面子，行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得提醒你一件事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没有孩子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行，我怕你自卑有负担，所以一直没告诉你。周思雨，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鬼混！够了，别在这儿演戏了！
今天的宴会到此为止，都散了吧。你疯了！他说什么你都信？我肚子里怀的就是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？那苏小冉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告诉我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胡说什么？这孩子就是你的！苏小冉就是故意挑拨我们，他见不得我们好。我是不是挑拨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老公，他就是在骗你，你千万不要信他。对不起，思雨，我刚刚不该太冲动对你动手。果然他最爱的还是这个小三，他说什么他都信。霍小阳，你要是还有点脑子，就该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，到时候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来人，给这位霍先生一张苏氏集团医院的名片，届时他的体检费用全免。是，董事长。真是风水轮流转，现在也该让某些人尝尝被出轨的滋味了。明天我们就去医院做亲子鉴定，这孩子要不是我的，我饶不了你。小杨，真的是你的，肯定是你的。现在知道慌了，之前刷我姐卡的时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那是霍小阳给我的，别又当又立，之前还敢说我姐是小三，我看你才是不知廉耻的东西。都是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和霍小阳结婚了，到时候我就是霍太太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自己选的，主动勾引有妇之夫，拿着不属于你的东西招摇撞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些明明是我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？你所谓的努力，不就是靠男人吗？可惜你找的这个男人好像不怎么靠谱。就算我犯了错，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剩了吗？感情，从你背着我和周思雨在一起，拿着我给你的资源讨好他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已经没了。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你必须和我女儿离婚。我是不会签字的，我们之间还有感情，对不对？我不信你真的放下了。霍先生，无论您和苏总最终感情如何，离婚协议您必须签。而且根据您之前转移财产的证据，您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得赔偿苏总的损失。我不会签，我为苍兰集团付出了这么多，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霍小阳，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。说这么多，到头来不就是舍不得我的钱吗？不是的。行啊，你那也叫付出？你所谓的付出，哪一样不是靠我女儿的资源？没有我苏家，你霍小阳现在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。爸说的对，霍小阳，当初你刚开公司时，是我姐给你拉来的投资，你忘了当初自己说过什么吗？我当时，霍先生还真是健忘啊！当初某人可是跪在地上感谢我姐拉来投资，说会对我姐好一辈子。没想到口袋刚有点钱就学人出轨，你可真下贱！我只是一时糊涂。霍小阳，要不是你之前一直骗我说你是集团总裁，还说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，我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。闭嘴！要不是你一直缠着我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缠着你，当初是谁说会娶我？霍小阳，你明明有老婆，还要来骗我！你现在就是个懦夫，只会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。
姐，别跟他们在这浪费时间，直接走法律程序，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好的，苏总。萧然，你不已经答应不再追究我们的责任了吗？我们再好好谈谈行不行？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别碰我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你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霍小阳，从现在起不准再纠缠我女儿，我苏家和你毫无关系，否则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霍小阳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么多钱，我们根本还不起，我不想坐牢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周小姐，这是财产保全通知书，在你赔偿完苏总的损失前，不得离开本市，否则将涉嫌逃逸，后果会更严重。我真的没钱，我赔不起啊！这是你自己闯的祸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霍小阳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不管我？现在知道没钱了，当初砸我姐车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我当时不知道那车那么贵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就算那是辆普通车，你也没权利砸。损坏他人财物本就该赔偿，更何况那还是全球限量版。苏小冉，你就大发慈悲放了他吧。我们现在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。没钱？当初你拿着我女儿的钱肆意挥霍时，怎么没想过没钱？现在花光了才知道没钱，晚了！霍先生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你私自转移财产，在外包养他人，我们有权依法追回。苏小冉，你真要把事做绝？转移的财产早就被他花光了。你胡说，我根本没花你那么多钱，大部分都是你自己花的。我花的？你买的那些名牌包、珠宝，哪样不是用我的钱？还有你住的那套豪华别墅，不是我付的款。行了，你们别在这狗咬狗了。爸，我们走吧，在这里待着太没意思了。好，我让助理处理后续的事。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，赚钱还你。保证再也不跟他联系了。你想跟谁联系都与我无关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我之前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珍惜。这种人就是给脸不要脸。姐，我们别理他。难道我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吗？霍小阳，你丢不丢人？今天就算把腿跪骨折，也别想让我姐再原谅你。霍小阳，你之前不是说自己很有钱吗？为什么现在连1个亿都拿不出来？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霍先生，这是新的离婚协议，你必须签字。如果拒绝，我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到时候你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要承担更多法律责任。别磨蹭了，签还是不签？给个痛快话！小冉，你真的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吗？不能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你也别在这死缠烂打。现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人。就算你不签字也没关系，
到时候我们走法律程序就是了，反正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总，离婚协议书已经签好了，接下来我会尽快帮您办理完离婚手续。我的孩子，我的未来全完了。你的未来是你自己毁的，怨不得别人。当初你要是没选择去攀附其他男人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团底。可我只是想过点好日子，我有错吗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是首富的女儿？要是你跟我起点一样，说不定还不如我呢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这女人刚才还想对我女儿动手，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处理妥当，不能让我女儿白白受委屈。董事长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霍小阳，离婚协议你也签了，待会儿就回去收拾东西，赶紧从苏家给你的别墅搬出去，别占着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我会搬出去的，至于赔偿款，我会尽快想办法凑齐。凑齐？你拿什么凑？你现在一无所有，还有谁会帮你？不用你管，我自己的事自己会解决。解决？你自己有多少能力，心里没数吗？那你还想我怎么样？你再去求他啊！你们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不信他会这么狠心。行了，你清醒一点吧。苏总，我不知道他是你老公，我也是被他骗了。这么说，你是无辜的。对，没错，我是无辜的。你能不能放了我？你是否无辜，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审判。爸，我们走。你给我让开！周小姐，董事长说了，只给你们3天时间，你们需要赔偿苏总1亿的损失。如果逾期未付，我们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1亿，我真的拿不出来啊！我的责任我自己承担，但车是你砸的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你不能走，我们一起犯的错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承担？车是你自己砸的，跟我没关系，而且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霍小阳，你给我回来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些破东西能卖几个钱？这可是1个亿啊！闭嘴！总比等法院来查疯强。明天一早，把你之前那些首饰、包包都拿到二手店去卖，能卖多少是多少。你疯了！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拿？要卖你自己的，我的包包不许你动。老婆，今天怎么样？银行的贷款批下来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老婆，那边没通过。不过你放心，公司的资金缺口我一定想办法补上。没事儿，我陪你一起想办法。这怎么行？这房子是你攒了那么久的钱才买的，我……别犹豫了，拿着房子去银行抵押，拿到资金，公司就能撑过去。等以后有钱了，你再给我重新买一套就是。谢谢你，老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。
当初苏小冉肯把房子拿给我抵押，可这个女人如今连几个包包都舍不得给我，难道我真的错了？这是我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，你别想打他们的主意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这房子我已经挂中介了，很快就会有买家上门。什么？你要把房子卖了？就算把房子卖了，钱还是不够。但我相信凭我的能力，这些钱早晚能凑齐。霍小阳，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？我马上就要生了，到时候你让我们母子住在哪儿？房子没了就去租，难道租的房子就不能住？还是说你想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明天跟我去医院。去医院干嘛？做亲子鉴定。这孩子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负责。当初追我的你怎么说的？现在居然怀疑我！够了，闹够了没有？现在已经够烦了。你烦冲我发什么火？你以前那么多朋友，怎么不去找他们借钱啊？我用不着借钱，我有能力自己解决。喂，哪位？张总你好，我是霍小阳。哦，是你啊，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张总，我最近刚离职，想问问您那边有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行啊，那你待会儿来我公司找我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张总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张总怎么说？他让我现在过去，以我的能力，这次面试就是走个流程。老公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凭我的能力，很快就能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没有你我一样能行。霍小阳这个草包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找我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和苏总合作的事了？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苏总的意思？张总，苏总他们马上就到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把人请过来。是。苏总该不会又原谅那个草包了吧？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那我可不能轻易得罪霍小阳，得找个机会试探试探才行。苏总，我们张总就在会议室里等着您。苏总，真是好久不见。您好。去给苏总上茶。这次的合同我已经签好字了，报价和之前一样，您过目。张总办事，我们自然放心。张总，霍小阳来了，说要见您。他怎么来了？没看到我正在谈合作，让霍小阳在外面等着。好的，张总。抱歉啊，苏总，这霍小阳刚才打电话来，说想在我这儿找份工作。您看，这是张总公司的内部事务，我们就不掺和了。姐，他不是来面试的吗？我们正好在旁边看看呀。他以前不是老吹嘘自己多厉害吗？胡闹！哎呀，姐，难道你就不想看看这软饭男到底有没有真本事？看来苏总真的不在乎那个草包了。或许我可以利用这草包讨好眼前两位。苏总，您放心，我们的面试绝对公平公正。待会儿您要是不方便露脸，我让人拿2个口罩来，您就在一旁看着。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。姐，就当陪我好不好？我们就看一小会儿。去把口罩拿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姐，你放心，
待会儿我保证安安静静在旁边看，绝不说话。真拿你没办法，但仅此一次。知道了，姐。苏总，口罩拿来了。张总，霍先生到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张总您好，之前我们还合作过呢。坐吧。这软饭男离开我姐后，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了。张总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您的能力我信得过，毕竟在苍兰集团当了那么多年总裁，不是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张总，这两位是？哦，这是我们总部来的人，正好要考察一下我们的用人标准。您好，您好。怎么感觉他看着这么眼熟？苍兰集团最近新谈成了一笔大订单，我听说那份策划是霍总亲手做的。是的，这份策划案就是我做的。这软饭男还真是厚颜无耻。霍小杨，你还跟以前一样只会冒领功劳，半分都没变。霍小杨，你还跟以前一样只会冒领功劳，半分都没变。老婆，策划案弄好了吗？客户已经到了，等着看方案呢。熬了几个通宵，总算定稿了。老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策划部同事一起熬出来的。走吧，别让客户等急了。你看你熬的脸色都差了，要不先歇着，客户那边我去就行。这……老婆，我是心疼你，放心，我肯定把方案讲清楚，不会辜负你的心血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请问霍先生，能否分享下这个方案的设计灵感？是啊，说来听听，也让我们学习学习。抱歉，这属于公司机密，我不方便透露。是不方便，还是根本不知道？对了，你在苍兰集团做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辞职来我这儿了？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。没什么，确实犯了点小错，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。行，情况我大致了解了，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有点急事要处理。您忙吧。好。这位小姐，您看着特别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认错人了。行了，别在这套近乎，我们还有事儿，让开。对不起，我真觉得你像我一个朋友，你是不是？苏小冉。姐，你刚才看到他面试那怂样没？以前多嚣张啊，仗着你给的资源耀武扬威，现在离了你，连个面试都答不上来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姐，怎么了？诗月，以后别再关注他的事了，他跟我们没关系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气不过他以前那么对你，就是想帮你出口气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以后别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了。你呀，什么时候能改改这贪玩的性子？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今晚我请你吃饭。那家超难订的网红餐厅，我托了朋友费好大劲才抢到位置呢。好，今晚你想吃什么，姐都满足你这个大馋丫头。老婆，
你回来啦，正好，今晚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不用了，我刚在外面应酬吃过，去给我放洗澡水吧。可这菜我花了好久才做好的，你……哎呀，吃不完放冰箱不就行了？赶紧去放洗澡水，我上了1天班，累死了。我最近是怎么了？怎么老想起那个女人？周思雨，周思雨，你人呢？来了，我就小睡了一会儿，你吵什么呀？面试怎么样？张总什么时候让你上班？他让我等消息。等消息？我看你是没希望了吧？多大的人了，连人家客套话都听不出来。那我能怎么办？以前你不是总吹自己多厉害吗？怎么，现在连份工作都找不到？我变成这样，你心里没数？要不是你砸了苏小冉的车，我们能欠这么多钱？你就只会把责任推到我头上。够了！你要是还想好好过日子，就给我闭嘴，别在这儿啰嗦。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我饿了，去给我做饭。不会。你连饭都不会做？以前都是保姆做的，我哪碰过锅钱啊？从来没做过。那煮个面总会吧？你自己不会去啊？我在外面累了1天，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你一天天到底在想什么？好，我去做还不行吗？我以前到底看上你哪点了？苏小冉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。就算离开你，我霍小阳也不会差。你就给我吃这个？家里就剩这个了，爱吃不吃，我不伺候了。这算什么？谁还没落魄过？等我缓过来，一定能重新站起来。喂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以前那么多朋友，难道就没有一个真心的？喂，老王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你搁那叫谁老王呢？咱俩很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以前你是霍总，喊我老王没毛病。现在你离开了苍兰集团，屁都不是。以后咱俩别联系了，拜拜。以前我是霍总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巴结我跟哈巴狗似的。现在我落难了，全都躲得远远的。等着，等我哪天东山再起，非让你们好看不可。你上哪儿去？回娘家借钱，再跟着你，我和宝宝迟早饿死。怎么？现在连你也瞧不上我了？究竟是我瞧不上你，还是你自己先放弃了自己？我懒得跟你废话。好啊，走都走，最好走得干干净净，都哪天爬起来，非让你们一个个跪着求我不可。借钱？对了，以前赵磊还跟我借过5000块，至今没还。有了这5000，我就能翻本了。喂，磊子。谁啊？忙着呢，有话快说。是我最近出了点事，你之前借我的那5000块，能不能先还我？我急着用。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就是上次咱俩吃饭，你说要应急跟我借的。哦，想起来了。可我最近手头也紧啊，你再等等吧。就这样。靠！欠我钱不还，还摆起大爷架子了。晦气！霍小阳那个废物，居然还敢来找我要钱。磊哥，以前你不是还巴结他吗？怎么现在这么说？以前他是霍总，我巴结他是为了好处，现在他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光蛋，还想找我要钱，做梦！就是离开了苍兰集团的苏总，他现在连个屁都不是。姐，就是这家，
我馋他们家的意面好久了，听说特别正宗。是吗？那待会儿可得好好尝尝。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过去找你要钱，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借口。姐，你尝尝这个，真的好好吃哦。是啊，自从嫁给霍小阳之后，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出来好好吃顿饭了。赵雷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姐，他好像不是冲咱们来的，应该只是巧合。姐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，我们就先回去。不用，我们吃我们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现在出来吃饭都不喊我？雷子，我那5000块钱你什么时候还我？我急用。哎呀，我最近也遇到点困难。这样，今晚你随便吃，算我请客。等我以后有钱了，保准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。你糊弄谁呢？今晚这顿饭少说也得好几万吧？我只想拿回我那5000块钱。那我把话撂这儿，要钱没有。你别逼我！霍小阳，你疯了！这可是公共场合，别在这耍混！姐，他们这是狗咬狗呢。少多管闲事，我们走。姐，要不……好，都听你的。真晦气，出来吃个饭都能碰上这种事儿。霍小阳，你还不松手？别在这给我们惹事儿！我惹事儿？当初你跟我借钱时怎么说的？现在我急用钱，你倒好，在这大鱼大肉。放肆！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闭嘴！当初你跟在我身边，没少沾光吧？如今我不过是暂时落寞了点，你们就不把我当回事了？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到底撒不撒手？把钱还我就撒手。霍小阳，你搞清楚，你已经不是霍总了，也敢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？就是，没了苏总的扶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屁都不是。我现在这样只是暂时的，用不了多久。哟呵，看来你对自己还真是一无所知。你告诉他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草包！你敢骂我？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不是霍总，就是个穷光蛋。姐，他们在吵什么呢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姐，要不我们再坐会儿？你想啊，我们这么明晃晃的走过去，万一那个软饭男看到你，又要跑来纠缠你。姐，我也是为你好，真不是想看热闹。真的？赵磊，别欺人太甚！我们就欺负你怎么了？没了苍兰集团，你啥也不是。对了，你在外面找的那个女人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少转移话题。哦，该不会是跑了吧？这不关你们的事。真是搞不懂，苏总这么好的女人你不知道珍惜，还在外面找女人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怎么，我们说错了吧？你当初为了一个小三儿，把苏总那么好的老婆弄丢，还挪用公款，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都是你自找的。给我闭嘴！哟，还急了？说你草包你还不认？换作是我，现在就找块豆腐撞死得了。你敢打我？给我上！姐，这软饭男被人揍了，活该。行了，去叫人来处理。哦。苏诗韵。哎呀，这下麻烦了。小冉，哟，你以为这点小伎俩能骗到我？该不会想说苏总就在旁边吧？小冉，小冉，你救我！你还敢推老子？看我！苏总，哥，你咋了？闭嘴！苏总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我们不是有意冒犯您的。
你刚才不是挺嚣张吗？怎么现在跟个孙子似的？赶紧把钱还我！是，我现在就转钱给您。真是贱人！是，苏总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滚！谢谢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还拿不回钱。别误会，平时我在路上看到小猫小狗受伤都会帮忙，你别多想。我什么我？别挡路了，让开！对不起。姐，你看他现在那落魄样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好了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我们跟他没关系了。是啊，我们以后不会再有瓜葛了。毕竟你是高高在上的总裁，而我现在不过是个草包。霍小阳，你现在可真够狼狈的。姐，你看他，可真恶心。走吧。对了，他还欠我们多少钱？姐，你不会心软了吧？别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您的。行了，凡事留一线，没必要把人逼上绝路。明天告诉助理，剩下的钱不用他还了。毕竟婆婆这些年对我确实不错。知道了，姐，真是便宜这个废物。老婆，我这记性可真差。霍小阳啊，霍小阳，放着好好的霍总不当，你说你学人包养女人干什么？小冉，我以前真的很喜欢你的，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这副样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霍小阳先生吗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关于您的债务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很快就能凑齐。您误会了，我们苏总说剩下的债务您不用再还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太好了，我不用还债了，我要给小冉打电话。您拨叫的号码是空。看来他真的不肯原谅我了。妈，你知道小冉去哪儿了吗？出国？也对，我这些年这么对他，他对我失望是应该的。喂，您好，是霍小阳先生吗？是我。我们是红房子餐厅的，昨天收到您的简历，餐厅正缺服务员，您有意向的话，去，我去。欢迎。怎么会是你？真晦气哟，这不是霍总吗？怎么改行当服务员了？你不是回娘家借钱了吗？怎么在这跟别的男人吃饭？我跟谁吃饭关你屁事儿？你现在就是个服务员，有资格管我？废物，识相点就滚，别扫我们的兴。我跟我女朋友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你再说一遍！跟我走！别碰我！我跟你早就没关系了。没关系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当初你哭着要我负责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没关系？孩子？我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胡说什么？把话说清楚！霍小阳，你真以为思雨怀的是你的种？你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太蠢，被人耍得团团转，还蒙在鼓里。别跟他废话了，看着就倒胃口。我们走。站住！没解释清楚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解释？算了，宝贝，让他知道也好，省得他总缠着你。实话告诉你，思雨怀的是我的孩子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你敢耍我？耍你又怎么样？有本事打我啊！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蛋，连工作都得靠伺候人，还敢跟我叫板？你当初跟我说你爱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我的钱，你全是骗我的。骗你又怎样？要不是看你当时是苍兰集团的霍总，有钱有地位，你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？我真是瞎了眼。我为了你跟苏小冉离了婚，挪用公司的钱给你买包买首饰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！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要不是靠他，你能有今天？说白了，你就是个吃软饭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吃软饭？我当初在公司也做了不少事儿，不就是靠苏小冉给你的策划案冒领功劳吗？谁不知道那点本事？丧家之犬，连个服务员都不如。你还敢动手？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差地别。周思雨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打我，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？感情？我跟你从来就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现在你没利用价值了，我凭什么帮你？行了，别在这装可怜了，赶紧滚，别扫我们的兴。我要报警，你们死定了！顶多算互殴，关不了几天我就出来了，你能奈我何？到时候你就等着吧。我还要告你欺诈！你当初骗我的钱，还有我们一起挪用公司公款的事，我要拉你一起坐牢！疯了！挪用公款是你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觉得有人会信吗？而且当初那些钱，大部分都是你花的。转账记录我都留着，一查就清楚。你别想拉我垫背，你自己犯的错自己承担。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会出轨吗？会挪用公款吗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被你毁的。你想走，没门！警告你，别乱来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怕你不客气？大不了我们一起下地狱！你真是个疯子！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一起挪用公款，你拿不出证据的。我们坐下好好谈谈吧。证据？这张卡是你用我的身份证办的，里面的钱全是公司的公款，你每个月都从里面取钱，银行流水就是铁证。快把银行卡给我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到时候我们一起死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我们快走，他就是个疯子。霍小阳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其实这张卡根本没钱，而且苏小然已经不追究我们挪用公款的事儿了。什么？周思雨，我要死了，到时候你就是杀人凶手。你别想着跑，这餐厅可是有监控的，你跑不掉的。真好啊，我们到了下面，又可以继续在一起了。你不能死！你不能死！
的。陈峰，怎么办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人是你打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。当初要不是你怂恿我跟霍小阳在一起，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我知道你不少秘密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你的事全抖出来。你别想威胁我，我什么都没做，警察不会抓我的。你真以为自己做的那些勾当，我都不知道？你快叫救护车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想跟他一起完蛋吗？喂，这里有人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你们赶紧过来，地址是红房子餐厅。要是能重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任何对不起苏小冉的事。别睡了，饭做好了，赶紧起来吃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醒啦，快洗手吃饭吧，汤刚炖好，还热着呢。小冉，真的是你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脸色这么差。小冉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该出轨，不该挪用公司的钱，不该对你那么差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梦到什么不好的事了？我们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姐，你看姐夫一大早就在这抽风，说些莫名其妙的胡话。对不起，刚才太激动了。小冉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再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姐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这么慌？慢慢说。我刚得到消息，霍小阳死了，就在1个月前。你说什么？这种玩笑可开不得！是真的，我找人确认过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听说是我们走后不久，他被周思雨和他的情人失手杀死了。现在那2个人已经被判刑了。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是这样的下场。还不是他自己作的。要是当初没出轨，没挪用公款，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姐，要是能重来，你会？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，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。人怎么可能回到过去？眼下最重要的是珍惜当下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姐，你能这么想就好。我还担心你在国外住不习惯呢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好好生活。好。